北约秘书长在日本把话说透，西方接下来的目标就是要对付中国。大家好，我是肖云华。日本并没有吸取乌克兰的教训，想替美西方冲锋陷阵，阴谋能得逞吗？自俄乌冲突爆发以后，美国要利用北约对付中国的言论，一时间甚嚣尘上。北约作为北大西洋的一个军事组织，和中国可谓是八竿子都打不着，其有什么理由跑来亚太欺负中国？又打算有什么手段达到目的呢？近日，北约秘书长斯特尔滕贝格用一次亚洲之行的实际行动，向外界表明了北约要来到亚太围堵中国的决心。据悉，斯特尔滕贝格在亚洲之行的第一站，就是近期紧跟美国背后多次挑衅中国的韩国，而他的第二站则是与美国勾连很深，且不断在为中美战争做准备的日本。在外界看来，斯特尔滕贝格与近期先后访问日本，而且一致老调重弹，谎称亚太局势如今非常危险，而这危险主要由中国带来，还声称北约有义务联手日韩，共同遏制中国的威胁。这算是北约对中国的一种摊牌，也是要把战争强加给中国。斯特尔滕贝格不但在日韩渲染了中国威胁，而且在日本的讲话也更加的直白露骨，直接把话给说透了。那么斯特尔滕贝格在日本说了些什么呢？根据相关媒体透露的消息，斯特尔滕贝格在日本东京进行演讲的时候，不仅花费大量的篇幅攻击中国，还直言不讳地声称，今天在欧洲发生的，明天可能在东亚发生。在最后，这位北约秘书长又开始污蔑中国，称中国大陆正试图控制南海，并威胁台岛。在我看来，北约秘书长在日本演讲的这番话，已经明确指出西方接下来的目标就是对付中国。只不过斯特尔滕贝格为什么选择在日本把话说透呢？有部分观点认为，在北约的设计中，日韩扮演的角色不同。简单来说，韩国目前还只是北约的一个煽动的对象，尹锡悦政府或许并没有完全倒向美国，在帮美国对付中国时，可能还有着自己的考虑，所以需要北约对其进行煽动。而日本则不一样，斯特尔滕贝格在日本演讲的时候露骨的言论，已经表明日本已成为美西方对付中国的马前卒、共谋者。这样一来，中国周边地区的安全环境将变得更加复杂，因为有日本这个共谋者存在，北约扩张到亚太就不再需要特别的理由，也将变得更加的容易。但以我所见，正是因为在北约的战略设计中，日韩扮演的角色各不相同，那么中国或许可以见招拆招，也就是利用这一点，逐步打破北约想把黑手伸到亚太的计划。首先，对于北约还在极力煽动韩国，也就是我们可以利用一些手段去试着说服。毕竟韩国之所以没有像日本一样彻底沦为美西方对付中国的同盟，说明在其内心深处还在权衡利弊，在观望哪种选择能够获取更多的利益。其次，对于已经沦为美西方同伙的日本，我们也应该意识到，这会不会是一个杀鸡儆猴的机会呢？也就是打痛日本，让一些西方国家知难而退。当然，打痛日本的方式有很多，也不一定仅限于军事层面。好了，今天就说到这里，咱们下次见。